他就是一个灾星，走到哪里灾祸就在哪里。他克死了母亲，克死了外公外婆，克死了弟弟。亲生父亲害怕被他克死，早早与他断绝父女关系，只能依靠捡废品为生。他以为自己这样已经足够倒霉，可没想到就在今天，他查出了自己胃癌晚期，医生说他活不过2个月。素素浑浑噩噩走在大街上，这位女士，请等等。素素空洞着眼，转头看向路边冷冷清清的算命摊子。我没钱。摊主是个年轻的道士，即便穿着道袍，身上却毫无半分修道之人气息。我瞧着你的面相很有意思，今日不要钱，替你算一卦。素素神情麻木地看着他，他的人生已糟透，倒想看看小道士会说些什么花话，报出了自己的生辰八字。怪哉怪哉，以你的生辰八字而言，乃是子午双胞命格，此乃贵命。贵命。素素自嘲一笑，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贵的命格吗？你的面相却很有意思，正宫黑煞，霉运绕身，短命之相。依照你的面相，你早该在2年前就没命了，能拖到现在，当真是福泽深厚。道长，我真没钱。你命不久矣。素素如同死水般的空洞眸子里微微有了一丝情绪波动。不对，太不正常了。命格与面相怎么会是2个极端？你本该是贵命，但有人调换了你的命格，让你代替对方的神姑凶煞命格。调换命格？你是说有人？这种事太过匪夷所思，更是闻所未闻。你本该是一生荣华富贵，福泽深厚，家庭美满幸福，但有人利用阴私手段偷走你的命格，对方在享受原本属于你的荣华富贵，而你则替对方承受厄运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灾星，是他害得自家家破人亡，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愧疚痛苦之中。可现在有人告诉他，他不是罪魁祸首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小道乃是正一道，第87传人，从不骗人。命格不是天生的吗？为何能换？命格是天生，但是在人为。世上有一种特殊的命格，乃是貔貅聚财之相。若找到这种命格的人养在身边，能让自己官运亨通，财源广进。有些造孽太深者，会在身边养一些八字硬的人，专门替他们挡煞，以此度己为安。至于你这种换命格，实属罕见，小道还是第一次见。以前也仅听师傅提及过，没想到还有人会换命格，当真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道长，可有破解之法？不等年轻道长开口，一辆失控的渣土车横冲直撞，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而来。道长第一时间拉起了往旁躲。你没事吧？素素刚一张嘴，腥甜的血液大口大口的往外流，胸口处一根铁片刺穿了他的心肺，喉咙间更是划开了一道口子。谢。素素含糊不清的艰难吐出2个字，她能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流逝，她只恨自己与道长相遇太晚，没有时间找到幕后黑手，害自己一个公道，更无法替母亲、外公、外婆报仇。她恨背后之人的阴险歹毒。素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耳边嗡嗡作响，似有无数苍蝇蚊虫在飞。我不是死了吗？这是哪里？只见一名清俊少年手捧着鲜花，眸底带着志在必得的自信，含笑的凝视着他四周一张张陌生中带着熟悉的脸庞，模糊的记忆慢慢变得清晰。我这是重生了。素素，你高兴傻了吗？你不会真的激动傻了吧？赶紧答应吧，人家裴志平还在等着呢。素素这才回过神来。裴志平，你照过镜子吗？裴志平整个呆住了，似乎没想到他会如此说。想起前世他和裴志平一同被教导主任进行教育，裴志平竟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在检讨里声称是他勾引他，是他以死相逼，他是为了他的生命安全才会做出此等事。就因为从这件事，他成了全校的笑话，在无尽流言蜚语中成绩一落千丈，患上抑郁症，是母亲的细心照顾，一点点将他从深渊里拉出。等到他振作后，母亲却去世了。裴志平前世之仇该还了，做你女朋友你也配？人不美，想得挺美。你不是说你喜欢裴志平吗？素素，你怎么了？想到前世他身陷流言蜚语时，作为闺蜜不但没有帮他，反而在背后坐实他的罪名，将他彻底钉在耻辱柱上。是你喜欢吧？自己不敢去表白，却打着我的名义献殷勤。你不是喜欢裴志平吗？我成全你，高兴吗？我伪装的这么好，这个蠢货是怎么发现的？我可没空和你表演姐妹情深。我父母送我来学校是为了学习，不是来谈恋爱。谁拉我谈恋爱，谁就是我敌人。站在人群外的教导主任听得虎躯一震，大为震撼，看向素素的目光中满是欣赏，而裴志平感受到周围投射而来的异样目光，脸色涨红，不知是被他骂的还是羞的。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裴志平，又是你，跟我去一趟办公室。素素，你怎么这样说我和裴志平？快去和教导主任解释。滚开，你个绿茶婊！他就是一个灾星，走到哪里灾祸就在哪里。他克死了母亲，克死了外公外婆，克死了弟弟。亲生父亲害怕被他克死，早早与他断绝父女关系。回到家看到母亲，思念委屈在这一刻汹涌而出，冲上前紧紧抱住她，泪水夺眶而出，这可吓坏了任母。素素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你告诉妈妈，妈妈帮你讨回公道。没人欺负我，我就是想你了，妈妈，我想你，真的好想好想你。你这个傻孩子，半天前才见过，有那么想吗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了？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，梦里你走了，我再也找不到你了。你这丫头，噩梦都能被把你吓坏，你胆子是兔子做的吗？看着母亲关心自己样子，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。素素，爸爸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千层。咦，素素你怎么哭了？
看着父亲，素素没有半分欣喜，只有恨。曾经他带着小三和私生女上门，将母亲逼得吞药自杀时，对他就只有恨了。爸就是做了个噩梦。宝贝闺女，梦是反的，梦里不好的，现实里就是好的哦。素素手紧握成拳，她要一点点撕开父亲虚伪的真面目，她更想让母亲一点点发觉，不至于像前世一样突然知晓此事，承受不住打击，从而一蹶不振。第二天，她撒娇着要拉着母亲说悄悄话。妈妈，你觉得爸爸是个怎么样人？你爸是个有责任心、顾家的好男人，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妈妈，你能不能和我说说，你和爸爸是怎么认识的？是你追的爸爸，还是爸爸追的你？他认真扮演着一个八卦父母过往的好奇小孩。母亲被缠得不行，笑着说：有一次我回学校途中遇到了一群流氓，那个时候你爸爸突然出现，替我打跑了那群流氓。之后我们慢慢就在一起了。素素看着母亲脸上的幸福模样，心里泛起阵阵酸涩。她真的好想告诉的母亲，父亲压根不喜欢你。妈妈，我的生辰八字知道的人多吗？家里人都知道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都知道。说起这个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你小姨问过你的生辰八字。这个小姨是母亲的堂妹，两家关系不错。小姨怎么突然问起我生辰八字？你这丫头，你忘记了吗？上个月小姨送给你的佛牌。这个平安佛牌家里每个人都有。素素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关不关心我哦。上一世悲剧都是源于自己的命格被换。能知晓他生辰八字的人，不是会别人。第一个，父亲，他的情人阮凤如，在上一世可以说风光无限，是商场上有名的女强人。他们的女儿孔莲更是进军娱乐圈，挤入顶流小花行列。第二个，唐姨任淑云，两家一直关系很好。自从我们家开始走下坡路，小姨一家却是蒸蒸日上，红火到一口气连开10几家超市。母亲被孔礼祥与阮凤如害死后，他曾求他们帮忙，他们非但没有伸手，反而冷嘲热讽。找到幕后黑手固然重要，但现在最要紧的是，得弄清楚自己的命格是否与人调换。想到前世那位年轻道士，他自称是正一道第87代传人，却不知姓名，即便不清楚，他也必须找到那人。次日，任然如同往常一样，由孔礼祥开车送他上学。宝贝女儿，零花钱够用吗？不够。素素不客气地伸出手，前世每个月只有5万零花钱。父亲平时一个劲给母亲洗脑，说什么不能让他养成大手大脚的坏习惯，而每个月却给孔莲50万，还时常给他买包、买珠宝，而这些钱都是任家的。刚踏入学校，张丽正和几名要好的同学交谈，在看到素素时，直接别过眼，无视他。有些人真是害人不浅，如果不是给予别人爱的信号，对方又怎么可能大张旗鼓的表白？现在害得对方受处罚，自己却摘得清清白白，真是好一朵白莲花。像这样的人非常危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他背后插刀，大家以后可要小心点。有些人明明暗恋对方，喜欢对方喜欢的不行，就差跪下舔他的脚，知道自己配不上他，只能做那地沟里的老鼠，偷偷喜欢。更可耻的是，为了光明正大与对方接触，利用好朋友的名义，一次次去找男人，在外宣称是帮好友的忙。这种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的人，大家要千万小心，什么时候被他卖了也不知道。无论是前世还是现在，任素素都没喜欢过裴志平。刚刚他所说也是恶意诬陷。张丽打从入学就喜欢裴志平，但心里自卑，就打着我名义经常接近裴志平。可不知道何时，却传出我喜欢裴志平的绯闻。你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素素拿出手机，点开聊天界面，点开其中一条语音，里面清晰传出徐丽的声音。裴志平太优秀了，我配不上他，我就想跟在他身后默默守护他就好了。还需要我放出更多猛料吗？你无耻！张丽冲过去，想要抢夺手机，素素一把将他推开，他脚下不稳，重重的跌坐在地，眼里的恨意混合着耻辱的泪水，死死地盯着他。任素素，亏我当你是好朋友，没想到你如此对我。徐丽扔下这么一句话，委屈的跑了。这时与张丽要好的同学帮腔道：任素素，你这是泄露别人的隐私，是违法行为。素素还没开口对人，赵乙先一步跳出来。哎呦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证明自己的清白变成了犯罪。难道你家主子污蔑别人的时候就不是在犯罪吗？你们这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做人不要做双标狗。你谢了。赵毅和我上辈子两人的关系平平，但他在被裴志平诬陷时，还挺身为他说过话。裴志平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按理说很受小姑娘喜欢，可偏偏赵毅最看不惯他。素素花重金找了一个私人侦探，根据前世的记忆描绘道士的道号和长相，没多几天就接到了侦探徐昭燕的信息，说是找到了，但是联系不上。于是我和徐昭在道士家附近守株待兔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？救命！你们是谁？听人说你们一直在找我。你是清玄道长，我们已经等了你3天了，终于等到你了。清玄道长打量二人一番，随后说道：你们跟我来。随后两人跟着道长到了住处。我出去抽根烟，你们聊。我想请你帮我算一算命。生辰八字。素素报出了自己的生辰八字，清玄手指掐算着，清玄嘴里念念有词，眉头越皱越深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命格为贵，但面相却隐隐透着一股凶煞。有这等命格的人，绝不可能出现凶煞之气。难道是自己哪里搞错了？清玄道长，是不是我的生辰八字的命数与面相的命数截然相反？清玄眼眸圆睁，高人风范再也绷不住了。你知道？素素心一沉，想到前世自被厄运缠身的种种，一股寒意从脚底板升腾而起。来这里之前，我曾遇到过一位大师，他告诉我，我的命格可能被人替换。他对我提及过，你与你的师傅，只有你们能帮我。这话9分真1分假，有了思路后，清玄不再怀疑是不是自己学艺不精。你命格的确被天偷天换日，好在时间尚浅。可有破解之法？
以前曾听师傅提及过，想来他会破解。这关乎着他们一家的性命，因为命格带来的厄运，导致任家家破人亡。对于这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，不是你重生回来就可以避免。劳烦道长联系你师傅帮我渡过难关。啊，这个我师傅云游了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打电话。师傅老人家不太喜欢用高科技东西，他老人家觉得那玩意会腐化人心智，不利于修行。你也别着急，换命格，这等阴毒之术可不是那么容易能成。你命格乃天定，自有天命保护，除非有外在因素影响。外在因素？什么是外在因素？他们需要减弱你的气运，在你周围制造出各种麻烦，让你诸事不顺，从而影响你的心态。当你郁结于心，或者心生戾气，气运会随之减弱。其次，需要搭配上影响你周身气场的阴司法器，进一步削弱你的运道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将你困于他们布置的荆棘之中。等到你气运削弱到一定程度后，再做法彻底将命格换掉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对方应该开始行动了。素素听到后心头微颤，即便不用清玄道长提醒，她已然明白自家陷入麻烦，开始走向不幸，都是从裴志平大胆表白，从裴志平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污蔑他开始，抑郁症、外公外婆车祸身亡，父亲出轨，小三上门，母亲吞安眠药自杀，被孔李祥赶出家门，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，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我想请你出山。这个你我有缘，既然你能遇到我，这件事我管了。随后将最近学校发生的事告诉了道长，带着道长回到了村上。道长，你看看这个佛牌有没有问题？那些人既然搅和我的生活，那么影响运道的法器定然也在我身边，不将这个东西寻找到，如何能安心？清玄拿起黄符仔细端详，不时放在鼻尖闻了闻，上面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这是由冤死之人的鲜血绘制而成，常年佩戴会让佩戴者霉运缠身。这是谁给你的？心里的猜想如今得到了证实，没有过多的惊讶，只有心寒。我小姨之前他们去了一趟泰国，问了我家人的生辰八字，特意请的护身佛牌。其他的佛牌你最好给我过眼。素素点头，正有此意。次日拿母亲的佛牌又来到外公外婆家，找了一个借口将两人的平安佛牌带走，将所有人的平安佛牌拿给清玄。如何？这些符皆由冤死之人的鲜血绘制而成。素素面色一沉，上辈子外公外婆意外车祸身亡，不知是否因为此物。你爸的呢？他那个放在公司里，现在不方便拿，这些东西该如何处理？我重新绘制一些平安符，代替这个放入，寻常人看不出任何不同，除非是幕后之人。谢谢道长。素素又来到外公外婆家。外公外婆，这个给你们。素素，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素素刚想开口，紧接着保姆王姨的声音：先生、太太，素云小姐来了。任淑云听到这个名字，素素眸色微沉。大伯、伯娘，哎呀，素素也在啊。她转头四下瞄了一眼，姐姐、姐夫没来吗？他们没来。小颖，你不是一直嚷嚷着有些东西不懂，正好你冉冉姐在，让她教你。徐颖微垂的眼底闪过不耐。姐，我们出去说。看着面前小自己1岁的妹妹，前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咖啡厅外，她只做一件事，将一杯滚烫的咖啡从她的头顶浇下，扔下几百块钱扬长而去，那种不屑与嫌恶的眼神，她记忆犹新。不了，今日我就是过来陪外公外婆的。哎呀，小姨没考虑周全。淑云，今日过来可有事？大伯，前段时间正阳做了一笔投资，钱刚放入没多久，还没到时间，偏偏出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在外面做生意被骗了，欠下一些债务，他弟弟求到他面前，做哥哥也不能坐视不管，但实在是手头上有点紧，这才厚着脸皮过去问大伯一点。大伯你放心，只要那笔投资的利润一到账，我们马上还，这段期间我们也会算利息。听到这想起前世，别说给利息，就连最后借出去的5000万，一分钱都没有还回来。外公外婆看在死去的小叔叔面子上，对他们两口子尽量照顾，替他们擦了不知多少次屁股。像这样狼心狗肺的一家子，不值得外公外婆他们付出。小姨，上次你们去泰国求来的佛牌是在哪家寺院？我朋友准备去泰国玩，也想求一个佛牌。节奏被打乱，任淑云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依旧耐着性子说道：具体哪个寺院我忘记了，那些名字太拗口难记，等回头我问问接待的导游。那麻烦小姨了。对了，佛牌一定要随身携带的，对吗？对啊，只有这样才有保平安的效果。我朋友想看一看，但我佛牌没带在身上，能不能借给我拍一下？任淑云怔住，她身上压根没带那玩意。小姨，你不会那么小气，不给吧？呵呵，怎么会呢？徐正阳看出老婆的窘迫，从兜里掏出佛牌，我的给你吧。谢谢小姨父。素素拿着佛牌离开，任淑云手捅了捅女儿徐颖，对方不情不愿起身跟上了，注意到后面的小尾巴，直接无视，走入洗手间，开始动手拆佛牌，发现是实心，与他们的完全不同，赶紧拍了照，出来看到徐颖就假装打着电话。你看到我发给你的照片没？就是那样的，你到时候别弄错了。大伯，钱也不多，我们就缺5000万。听听这口气，钱也不多，不多，你倒是别来借啊。一想到这钱要打水漂，素素想开口，外婆拍了一下我。公司那边的流动资金有多少？得先弄清楚。你们先回去，回头再告诉你们。小姨夫妻两人忙答应，愉快的走了。等他们一走，外公外婆看向我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随后素素将佛牌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之前的符我已经全部替换掉了，小姨夫的佛牌是实心，与我们的完全不同。外婆叹了一口气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咱们没错，错的是他们的不知足，不知感恩。外公笑着说道：丫头，外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你放心。
素素深吸一口气，压低声音，语调透着一丝疲惫与难过，说出：爸爸出轨了，我还看到那个小三的女儿，她喊他爸爸，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。短短2句话涵盖了庞大的信息，外公脸上的笑容骤然收敛，神色变得冷肃。你妈知道吗？应该有所察觉。这就是父母第一时间想到的，永远都是自己的孩子。集团是外公一手创建，他绝对不能让父亲夺走，将任家的东西变成孔家，变成阮家母女的所有物。前世打着亚星集团大小姐的头衔，享受锦衣华服时，作为真正亚星集团大小姐的她，在垃圾桶里找瓶子。这一辈子，亚星集团即便送外人，也不会让她落到父亲手里，落到阮家母女手中。集团会交到你手中，外公给你守着。素素比你妈妈有出息，知道自己父亲做了那样的事，也没有冲动行事。这件事先不要声张，我先让人查清楚。小颖，你最近怎么没找任然玩？妈，我不喜欢他，我最讨厌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同样是任家的女儿，为什么我不能像任素素那样？打从记事起，周围人就围绕着素素巴结着她。她同样是任家女儿生的孩子，就因为不随母姓，被所有人忽略，更甚者拿她与素素比较。小颖，你怎么越长大越不懂事？现在家里有难处，你与素素处好关系，以后她也能帮衬着咱们家。以后亚星集团迟早要交到她手中。眼看着母亲要长篇大论，徐颖不走心的应承下来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就约他出去逛街。姐，周末一起去逛街吧。本不打算去，但想到清泉道长说过，确认是否是对方的看生辰八字，便同意了徐颖的邀约。好的，正好我也想去。来到约定地点，他脚步顿住，目光锁定在一道背影。裴志平、徐娇怎么和裴志平认识？瞧两人的样子很熟悉。他悄悄地靠近两人，徐颖与裴明两人似乎发生了争执。我为了你做了那么多，你现在告诉我要分手？我让你去勾引素素，你做到了吗？听到这话，素素脸上一怒，但想着还没搞清偷换命格之人是不是徐颖，就冷静了下来。徐颖，做人不能那么无耻。我无耻，不是你自告奋勇要帮我，现在你将事情搞砸了，却怪我。你确定不和我去国外？不去。因为那件事，他被家族抛弃，流放国外；他被家族抛弃，被父母抛弃，现在还被女友抛弃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傻子。好，徐颖，你我之间的情分到此结束，以后再也别联系。小颖，那个人怎么有点眼熟？好像是我们班的裴志平。徐颖眼底闪过一丝慌张。你认错了吧？他就是一个问路的。你迟到了，是不是路上遇到了什么事？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道士，看他给人算命还挺准的。本来想算一算，但一想到与你约定的时间到了，这不就马不停蹄的赶来。等会儿我们再过去。随后便来到 LB 奢侈品店。姐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我妹的眼光不错，挑选的包包都好看。徐颖心情不错，对着导购员说道：“这些都包起来。”徐小姐，本次消费共计109万。好。他转头看向休息椅上正刷着手机的任素，见他没注意到这边，提醒道：“姐。”闻言，素素抬头站起身，见他起身，徐颖很自然让开位置，等着他付钱。然而素素直接朝着外面走，徐颖怔了怔，忙叫道：“姐，还没付钱。”那你赶紧付啊！姐，我这个月的零花钱用完了，你先帮我垫一下。我没钱啊。徐颖咬牙，他能清楚地感受到周围人投射而来的异样目光，心里又羞又愤，但不敢冲着他发火。姐，大外公不是给了你一张卡吗？你可以用那张卡。那张卡我用不着，已经归还给外公了。前世徐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拉着他逛街，每次都是钱不够，问他借钱，一来二去，他用起那张卡变得理所当然。上一辈子他不计较，因为他们是亲人，是好姐妹，对于亲人他素来大方，但这一辈子休想再用他一分钱。你出门都不带钱吗？没钱还买这么多？这话问出了导购们的心声，同时也问得徐颖面红耳赤，窘迫到下不来台。徐小姐，这些你还要吗？要。他拿起电话走到角落。妈，素素买了109万的包包，但钱不够，她问我借，我也没有啊。任淑云咒骂一声，忍痛说道：“为了5000万，只能忍痛先付这120多万，钱给你转过去了。”徐颖昂着头，趾高气扬的回来，傲慢的将卡递给导购员，直接刷卡。素素瞧着他那副模样，十有八九是从小姨那边骗来的钱。以他对任淑云的了解，他可舍不得给女儿如此花钱。小颖，你卡里有钱还哭穷，等会儿去路易登，你付钱。听到这话，吓得徐颖小脸一白，脸上的倨傲荡然无存。他哪里有钱？刚刚骗来一点钱都花完了。他哪里有钱？刚刚骗来一点钱都花完了。赶紧说道：“姐，刚刚你说的那个算命在哪里？”见鱼儿自动上钩了，素素故作思索，好像在奥体那边。那我们过去吧。不急，先逛街再过去。姐，这种算命的摊子流动性很强，我怕我们去晚了，人家就走了。素素带着徐颖走了一圈，费了一番劲，终于找到了那个算命摊。清玄见两人来了，故作高深莫测。本道掐指一算，两位姑娘是来算命的。不来算命，难道来看你？就这么一个骗子，任素素这个蠢货居然还相信，亏他还是学霸，哼！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小颖，道长是有真本事的，你是妹妹，你先来吧。姑娘，请报一下生辰八字。徐颖报出了自己的生辰八字，清玄抬起手开始掐算起来。姑娘这八字极为不错，富贵荣华。
徐颖的脸色从刚开始的漫不经心，慢慢的脸上多出了笑容，心里洋洋得意。即便知道他是假的，等我们速速再次找到清泉。不是他，他的命格虽比不上你，但尚可与你调换的命格必然是极差的，所以那个人不是他。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任然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一张脸，那张脸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。道长，我去一趟集团，你先回去。亚星集团，他得去验证。办公室后开始翻找起来，在抽屉里找到了佛牌，仔细端详了片刻，佛牌是实心的，与唐姨一家一模一样。这就是说，只有他们佛牌的有问题。于是拿出手机拨通母亲的电话。妈，爸现在在哪里？你爸爸在厨房里榨果汁。然然找你爸有事吗？没事，妈妈，小姨当初送给我们的佛牌是他亲自给你手中的吗？不是，小姨夫将佛牌给了你爸，你爸带回来的。外公外婆那里佛牌也是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虽怀疑他，但私心里依旧不愿意他是幕后黑手。他可是他的亲生父亲，那种冷深入骨髓、带着细细密密的刺痛，可如今得到证实，速速将心底深处最后一丝期冀剔除，眼神变得平静，平静到冷漠上辈子那条命全当还给他。这辈子他不再是他的父亲。你还好吧？清泉大概猜到了一些什么，彼此没有明说，但心知肚明。道长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你且说来。我父亲有一个私生女，名叫孔莲，与我换命格的人十有八九是她。我想请你到她居住的小区帮我看一看，那个人是否是她。没问题。任然拿出一笔钱。这段时间得辛苦你了，这些钱你先收着。任然又给徐昭印下了单子，调查阮凤如以及孔莲的生辰八字。这一事他绝对不会让母亲、外公外婆再次重蹈覆辙，重来一次的机会难得，绝不能失败。可他必须得忍，这一点他的爸爸孔礼祥就是其中的翘楚。他为了吞掉亚星集团，忍辱负重，演了20几年，与他相比，他又有什么可抱怨的？阮氏母女刚逛街回来，刚到小区，玄武，出什么事了？你不知道啊，咱们小区来了一位高人，算命可准了，你要不要来算一算？一听到算命，阮凤如顿时没了兴趣。清泉注意到了他们母女，便说道：“今日再选最后一位有缘人。选我。这位姑娘可愿算上一卦？”母女二人顿时愣住。这孩子高兴傻了吧？别愣着了，快写大事啊！清泉看着他的面相，有一种说不来的怪气感。这种感觉很熟悉。对了，任素素，在他的身上有任素素的气息，虽然比较微弱，但可以确定和任素素一样。看来换命格的必是此人。姑娘，生辰八字是什么？阮凤如已经回过神，微笑着道：“道长，我们家不信这个。”你以前不是非常信奉的吗？这打脸来得太快，阮凤如脸黑沉。之前被骗多了，早就不信这个了。哎呀，那你这次可遇对人了，这位大师可厉害了，一算一个准。大妈热情地介绍着。现在我们就讲究一个随遇而安，万事万物皆注定，不再强求。他越是抗拒，越说明有问题。清泉心中已然有了把握，那个人就是他。大师，他既然不要这个机会，要不换我吧？清泉摇摇头，贫道只算有缘人，既然有缘人不愿，今日便到此。以后看到这种算命的，离得远远的。妈，我知道，你能明白就好。这种事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换命格虽然非常稀罕，但保不齐真有人看出端倪。在命格没有彻底置换前，咱们必须小心行事。孔莲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，我知道，我会注意的。自从10岁那年知晓他的命格极差，母亲开始遍访大师、高人，寻觅许久，才遇到了真正的高人，有了换命格的机会。裴志平那件事，他没入坑，让他躲过一劫，靠别人还是没有自己来的放心，所以妈妈给你办理转学手续。徐颖那个蠢货，枉费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明里暗里的给他出主意，到最后没能伤到任素素一根汗毛，反而将裴志平这个棋子给弄丢了。学习知识你先放一边，到学校后，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所有人孤立他、厌恶他，只有任家倒了，爸爸才能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才能进入上层社会。你才是亚星集团的小公主。从小他就知道自己的父亲被人抢走，只有将那对母女打败，爸爸才能回到他们身边，保护他们。妈妈，我都明白，妈妈才是父亲的挚爱。明明他们2人先相爱，却因为那个女人有权有势，横刀夺爱，让我们一家3口无法团聚。即便没有命格之士，我也要将任家大小姐狠狠踩在脚底下。是他，没错，他身上有与你身上相似的气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被捆绑住命运线的气味。果然是这对母女，既然已经知道换命格之人，下一步该如何？想要换命格，只有先弄到对方的生辰八字，拿到生辰八字后，咱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。以我今日的观察，母女2人绝不会轻易泄露生辰八字。生辰八字这等隐私的事情，除了家人谁也不知道。生辰八字必须要准确，但凡前后少1分钟，都有着天差地别的命运。他的生辰八字我已经让其他人去查了。道长，你师傅联系上了吗？清泉算是半吊子水，对于换命格这等罕见的手段，他无法破解，唯有他师傅出马才能解决。提及此事，清泉一脸尴尬。那个，我师傅手机关机了，估摸着那手机从他出去后就没开启，等他什么时候想我了，肯定给我打电话。你师傅的照片有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就请私人侦探去找。
命格已经被换，眼下是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尽快找到才行。任素素刚来的学校就听见，哇哇，好漂亮！她的皮肤真好。只见孔莲被一群同学围着，任素素静静的看着。终于来了，比前世来的早。这一世他没中考，让他不得不提前来。上一辈子，孔莲是在这个期末转入学校，那个时候的他被流言蜚语重伤，性格变得沉默孤僻。孔莲主动靠近他，时常找他说话。然而在高考前夕，外界曝光亚星集团大小姐欺辱孤儿事件，当时他就在场。他哭着对所有人说，他阻止了，还遭到了自己的报答。在镜头前将自己身上的伤露出，触目惊心的伤痕。欺辱孤儿的视频面临网暴时，任素素的精神本就脆弱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如果不是他的母亲，他可能坚持不下来。孔莲，今生我已知晓你的诡计，且看看鹿死谁手。孔莲，你家的点心真好吃，听说甜品师与厨师一样都是分等级的，你们家甜品师是什么级别的？孔莲为了加深自己白富美人设，利用小恩小惠拉拢同学，拿了一袋点心请同学吃，博得一批好感度。我不是很清楚，我不太关心这种小事。小事你就装吧。咦，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？素素，之前你带来的小点心也是这个味道。那肯定是素素之前从5星级酒店买的，毕竟5星级酒店出来的厨师不是什么人都能请得起。这话就差说明说任素素撒谎，不怪他们会如此想。素素向来都勤俭节约，谁能知晓她亚星集团的小公主？孔莲爸爸请一位甜品师制作一批甜品，没想到爸爸请的是任家那位。孔莲有些担心，马上说道：哇，任素素妈妈的手艺好厉害！如果我妈妈也这么厉害，那我太幸福了，好羡慕你。味道的确与我家的西点师做出的一模一样。这话的信息含量让在场人都愣住了。你家也有西点师？孔莲恨不得想将郭同文的嘴巴给堵上。素素没有理会郭同文。孔莲能做出与皮特乔不相上下的甜品，肯定也是赫赫有名的西点大师。皮特乔一直想找老朋友叙旧，看来他的愿望可以实现了。帮皮特乔叔叔问一问，你家那位是谁？我靠，皮特乔是西点世界杯大赛里前世的西点大师。众人看向素素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听到素素说出他最不想听到的话，孔莲对郭同文更恨。若非知道郭同文嫉妒任素素，他都忍不住怀疑这个人是故意的。孔莲，你家西点大师叫什么名字？能与皮特乔这样的西点大师做出不相上下的点心，肯定也是非常出名的西点大师。他叫什么？我对这些不怎么关心，回头我帮你问一问。赵毅觉得孔莲有点心虚，脸上带上了笑，坐等看戏吃瓜的微笑。我以前就覺得任然家境不錯，你們看他用的東西，雖然沒帶什麼流途，但是質感很好，一看就很貴的樣子。網絡上有一句話不是說得很好嗎？真正有錢人很低調，只有暴發戶才會高調。赵毅说的意味深長，孔莲手不自觉地握成拳，即便知道對方不是有意在針對他，但心里依舊不舒服，就像是被人用針扎着。看着同學們的議論話題中心從他的身上全部轉移到了任素素身上，更有一種為他人做嫁衣裳的錯覺。有人好奇問道：叔叔，你家是做什麼的？面對眾人的好奇，素素坦然回道：亞星集團是我家開的。他們自作驚訝，亞星集團是海市有名的上市公司，在海市都是排得上號的公司，這如何讓他們不驚訝？身邊有這麼一位土豪在。孔蓮，你家是做什麼呢？孔蓮不敢說是海市，太容易被戳穿。我家是外省的。山東的嗎？不是。那你家到底做什麼的嗎？素素步步緊逼，孔蓮差點咬碎牙齦，乾巴巴的擠出。我家名下有很多產業，具體是做什麼的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你家公司名字叫什麼？你總知道吧？孔蓮有一種被人逼着走上懸崖，他反應很快，立馬想到一個名字。我爸叫孔明成。哇，原來孔蓮是海象集團的千金，我們班真是臥虎藏龍。孔蓮微笑着，孔伯伯有女兒嗎？我怎麼沒聽說過啊？孔蓮臉上的笑容一瞬間僵住了，剛剛還一臉羨慕的同學們紛紛帶着疑惑與探究的目光看向他，開始議論起來。你們說孔蓮是不是孔明成的女兒？有豪車接送，還有專門的管家，還有5星級酒店的甜品師，這些可都是普通人接觸不到的。再說了，他也沒必要騙咱們，又沒什麼好處。既云於此，那只有一種可能，他是見不得光的女兒，小三、小叔叔的女兒唄。我操！幾人驚呼出聲，一下子就明白過來。我就說嘛，他一個外省的，還是海象集團的千金，放着本省不擔，反而找人開起來，本來就說不通了。如果是這樣子的話，那私生女那就很正常。任素素與孔蓮的第一次交手，彼此連環說：怎麼了？我放在包裡的錢沒了，裡面還有2000多班費。快給班主任打電話，調取監控。班長毛振反應很快，第一時間做出判斷。任素素下意識地看向孔蓮，再看到他眼底按捺不住的表演。趙老師，在上體育課之前，那些錢都還在，上完體育課後，一回來就發現錢沒了。不要慌，我叫保安室那邊調取監控。保安室那邊很快給出了答案，監控在昨天壞了，還沒來得及修，這下想要找就麻煩了。老師，今天可有校外的人進入學校？
没有啊。那一定是校内的人。上课期间，大部分学生都在上课，有时间且知晓我这里有钱的人，肯定是熟悉的人。这也不是没这个可能。谭家分析没错啊，总不可能是教职工特意跑过来偷的吧？小偷肯定在我们班级里。老师，要不搜一搜班级里所有人？众人相互看了看，我赞同。我问心无愧，我也只同意。这个时候，即便有人心里不愿意，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泼冷水，会显得自己非常可疑。既然大家都不反对，那就查一查。这是什么？郭同文，这些钱是你的吗？郭同文看着皮包里多出的几十张100元大钞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不是他的，这些钱上我做了记号，每个人交给我的班费，凡是100元钞，我都会在背后面写上那个人的名字，以防止收到假钞。还真是的，我的天呐，没想到郭同文是这样的人。他成绩不错，没想到品行这么差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钱为什么会在我包里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钱都从你包里找出来了。任素素看着这一幕有点懵逼，她以为是冲着他来，没想到却是冲着郭同文而去。不对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孔莲绝对不会无缘无故针对郭同文，必然是想要通过这件事来陷害自己。那么郭同文既然没偷，肯定会怀疑和他关系不好的。一个答案呼之欲出。哼，好一招毒计。我看到他去过教学楼。对，我也看到他有离开过。我没偷，真的不是我。无论郭同文如何辩解，没有人相信他。任素素注意到孔莲的动作，再先一步出声。我相信他。孔莲的话卡在喉间，众人齐刷刷的看向任素素。我相信郭同文没有偷钱。我操，任素素在搞什么？这两人平时不是不对付吗？怎么在这种时候帮郭同文说话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很简单，报警提取指纹。从事发到现在，郭同文没有碰触到这些钱，接触到这些钱能在上面留下完整指纹的人，大概有3个人，一个是谭家和赵老师，另外一位栽赃陷害郭同文的人。老师看着任素素有些惊讶，这女娃子平时比较沉默少言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脑子转了比我还快。任素素这个蠢货，怎么帮关系不好还处处和他做对事的人说话，是要当圣母吗？气死我了！赵老师，我要报警，我要警方还我一个清白，我没偷就是没偷。一想到自己平时对他看他不顺眼，处处和他作对，他却能不计前嫌，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他说话，他既感动又愧疚。没必要报警吧？一旦报警，势必会惊动整个学校，到时候咱们班的名声可就坏了。赵老师，这样吧，为了不影响学校声誉，我们暂时不报警。这一份物证我带回去，让专业人士提取指纹，然后再与我们班上所有人指纹做对比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郭同文，你同意任素素的办法吗？我同意，谢谢你，素素。气死我了！这个蠢货这么简单就把我的计划破坏了，难道他看出来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知道我要陷害他？我不是败在计划之上，而是败在了他圣母属性上。任素素看着孔莲脸部微微扭曲的表情，心下明白自己猜对了。按照他原本的计划，在郭同文受到所有人质疑时，他站出来为他发声，提供技术帮助。东西到他手中，他完全可以告诉所有人上面有我的指纹。以郭同文那种性子，必然会恨极了我。他既拉拢了人心，又往我身上泼了脏水，让人觉得我心胸狭隘。这一招完全能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。孔莲，你真是为了夺我命格不择手段啊！可惜今生不同前世，前世仇今生该还了。对不起，之前一直针对你，是我心胸狭隘，是我小肚鸡肠。不必如此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如果不是任素素仗义直言，他会陷入无尽的流言蜚语之中。这时突然手机铃声响起，什么情况？刚刚我发现有另外一组人在调查你爸，刚好那个人我认识，我用了一点点小手段，弄清楚了他幕后的雇主。什么？另外有人调查我爸是什么人？这个嘛，你懂的。行了，你说多少钱吧？就喜欢你上当的顾客，钱是小事。不用给是吧？那就谢谢啦。啊，我只是说下客套话而已。说个数吧。钱不多，给个1万就行。可以，先说是吧，报酬稍后打给你。是什么人？调查你爸的人是你妈。听那个朋友说，他查了许久都没查到你爸出轨的证据，就连怀疑的对象都没有。他身边的秘书都是男的，这一家子很有意思，富豪家庭关系如此复杂，当真是普通人无法揣度。哼，私家侦探都找不到父亲出轨的证据，这么盯着他，寻不到蛛丝马迹，可见父亲做事情有多缜密。难怪上一辈子我和母亲两人会被打得措手不及。徐叔，麻烦你继续盯着我爸，一旦有任何情况，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。
这孩子怎么就和自己的爹杠上了？自己的爸爸没出轨，难道不好吗？看来母亲是对父亲有了信任危机，开始觉醒，不再沉浸在父亲编织下的美梦之中。我得助力老妈，父亲能忍住不主动找阮家母女，那就让阮家母女主动找他。阮凤如，他暂时不想对上，唯一能下手且最好下手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孔莲。爸，马上就要到你们18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有没有想过给妈妈一个什么样的惊喜？你妈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她最喜欢的是我做的菜。任素素心里冷笑，从前听到这话，她只觉得父母之间的爱情非常甜蜜，可经历过上一世，你哪里是爱妈妈，你那是舍不得在母亲这里花钱，就简简单单的炒几个菜就可以打发了母亲。在阮凤如那里，给她买价值上千万的珠宝首饰，给私生女买房子。见女儿鄙夷的眼神，孔礼记笑着道：素素啊，你还小，不懂得千金难买你妈喜欢。爸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妈妈最近这段时间情绪不怎么好，你知道的，王阿姨的事可历历在目。难怪上次任素雅也这么问过，林董事长的前妻真特么是一个搅屎棍。宝贝女儿，你王阿姨现在生活不如意，人在低谷时说出的话往往都是带着负能量，你提醒点你妈，不要老是与她搅和在一起。妈妈这是没安全感，你就烧一顿饭菜，那是绝对行不通。过几天万宝得要举行一场拍卖，听说有一套红宝石，你拍下送给妈妈哦。前世万宝的确有拍卖过一套红宝石，那一套红宝石拍卖出了1800万，想要掏空父亲口袋里的钱，这套宝石的价值还不够，所以他晚间抵达了外公家。外公外婆，能不能借我一套珠宝？素素，你怎么突然要这个？我有用。你具体说说。对上外公那双睿智的眸子，素素犹豫再三，将自己心中打算说出。夫妻两人听后，心中大为震撼，外婆脸上的震惊久久无法收回。素素，你……任鸿儒握住老伴的手，制止住了他要说的话。可以，明天放学后过来拿。老头子，你有没有觉得素素变了，变得很成熟？那种感觉就像是前一刻还是天真无邪的小公主，可一眨眼的功夫，就像是在社会上沉沉浮浮后的老练。是啊，他对他父亲的冷漠与恨意，他长大了，一夜之间长大了。第二日，任素素如约来到外婆家。这套珠宝给素素，不用还给外婆。任董太太，小小姐，她叫高飞，以后就是你的保镖兼助理，会帮你处理一切事。若没记错，小小姐才高3，从亚星集团的人事架构来看，等董事长退下，会由姑爷孔礼祥继承，怎么也轮不到眼前这个半大的孩子。但董事长将我派遣到小小姐身边，这举动有点耐人寻味。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，看到你桌上那个袋子没？里面有一套价值8000万的珠宝，我要你在万宝的拍卖会之前将这套珠宝放入拍品中。好的，小小姐。这件拍品你要保证落在孔礼祥手里，且必须要高于市场价。高飞吃惊地看着任素素，吃惊小小姐对于孔总的称呼不是爸爸，直接称呼冰冷的名字，结合老董事长的举动以及小小姐的态度，高飞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集团这是要变天了。任然刚下课，接到了高飞的电话。小小姐，您父亲以9800万拍下了你寄拍的那套珠宝，同时还拍下了另一套那套价值1800万的红宝石。好，事情办得不错，再给你一个任务，马上将这件事快速宣扬出去，越高调越好。任素素，你爸下午的时候拍了一套价值上亿的珠宝，还有一套价值2300万的红宝石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是我爸妈马上就要到结婚纪念日，这应该是他给妈妈准备的结婚纪念日礼物。这个回答再一次让吃瓜群众们发出惊呼声，他克死了母亲，克死了外公外婆。这个回答再一次让吃瓜群众们发出惊呼声。好浪漫啊，有一种霸道总裁与甜蜜娇妻的既视感。那套价值上亿的珠宝肯定是给你妈妈的，那另外那套红宝石是给你的吧？肯定的啦。孔莲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，心情差到了极点。什么狗屁的神仙爱情，爸爸一点都不爱，你们一切都是假的。那套珠宝怎么可能会送给那个恶毒的女人？必然是送给我和妈妈的。孔总，有一件事要与你汇报一下，下午你在万宝的拍下的2套珠宝在网络上发酵了。谁捅出去的？马上想办法撤掉。孔总，这件事也不是负面新闻，反而对集团有利，您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他原本是想将那套价值2000万多万的红宝石送给任素雅，另外一套价值9000多万的珠宝以打通国外关系的名义，将东西送给阮凤如，合理将钱转移出去。这个报道一出，他的计划再实施就容易暴露了。心气不顺的孔礼祥刚一回到家中，谢谢爸爸。素素，谢我什么？爸，你别装了，你在拍卖会拍下了2套珠宝，一套是妈妈的，另外一套是给我的，是不是想给我和妈妈来个惊喜？最后这一句话就像是一记闷棍，瞬间让他从愤怒中清醒过来，忍着肉疼笑着道：是啊，本来想给你们个惊喜的。
哎，被这些媒体给我泄露了。谢谢老爸，妈妈看新闻很高兴了。小机灵鬼，哼，恶心！要不有媒体报道，又要把我认家的东西拿去给那对母女。放心，之前的拿的会让你们统统吐出来的。什么是孔莲陷害我？不，准确的说，孔莲是要陷害我，你只是被利用工具。什么意思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事情不便和你多说，但确实是孔莲利用你想我陷害我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事情没往他设计的方向发展。好，你个孔莲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竟然如此陷害我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这时，素素看着郭同文愤怒的眼神，有了一个想法。孔莲虽然是要陷害我，但确实也陷害了你。想不想报仇？想报仇的话，我们合作一起对付他。当然想了，素素，快说怎么对付他。你要做的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在孔莲面前多多拿我的父母与他的父母做比较即可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，难道你还想干点其他的事？好，我听你的。你不怕被我当刀子使？被你利用心甘情愿，你起码比他坦诚。哼，从孔莲将我拉下水那一刻，我与他之间就已结仇。郭同文还真是个暗讽小能手，在他时不时将他与孔莲拉出来对比时，那有意无意捧高踩低的暗讽技能，绝对是满技能。孔莲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，到最后一看到郭同文小嘴一张，直接掉头就走。孔莲应该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有所动作。你现在调查阮凤如所有的资料，她名下的资产，这10几年的大额花费等等，越详细越好。记住，要小心行事，不要让对方察觉。听任素素说完后，高飞又是一惊。第一个任务时，他还没看透，等到第二个任务时，他明白了小小姐真实的意图，不动神色的将他父亲私房钱挖到自己的口袋里，还不需要花费1分钱，他的每一步都算计得很好。就凭着这一点，高飞都不敢小瞧这位高中生。任小姐，你父亲与一对母女正在杭市商场逛街。好，你把位置发来，把人盯好，不要跟丢了。妈，爸爸去哪里了？今日临时有一个会议，回公司了。素素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很残忍，亲手打破这一份安宁，不忍在心间一闪而过，很快被理智与现实战。妈，我找到一家店，咱们今晚去那边吃吧，我请客。我给你爸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有没有时间。自从他请的私家侦探给结果后，任素雅对丈夫的态度又转好，任素素便没有阻止。老婆，怎么了？女儿要请我们吃晚餐，你晚上能赶回来一起吃饭不？孔莲听到对方的话后，嘴巴一瘪，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父亲。孔礼祥看着女儿那委屈的样子，事情有点棘手，一时半会赶不回来，下次再陪你们一块去。好吧，你要注意休息，不要太拼了。你爸赶不回来，咱们下次去吧，我不想你老爸缺席。任素素走上前，亲昵的搂住他的胳膊。妈，难道爸不回来，咱们娘俩就不能独处了？你爱爸爸，不爱我了？行，我跟你走。这么大了还撒娇。素素，这家店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跑这么远吃顿饭，你明天可还要上学。妈，这一餐饭比上学更有意义。你这孩子怎么还搞得这么神秘？妈，人这一生会经历几种情感。任素雅深深的看了他几眼，半晌才开口。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师徒之情等等。在这几种情感里，你觉得哪个是最不可或缺的？他没有回答，疑惑反问道。素素，怎么了？老问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妈妈，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即可。亲情。随后，任素素又说了一些暗喻的故事，即便再迟钝的人都明白即将到来的是什么。你爸是不是在里面？任素素点头。此时私房菜馆里走出一家3口，中年男女亲密挽着地方，身侧女孩叽叽喳喳说着话，这场景一定会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。任素雅看着丈夫与阮凤如亲密的场景，刚刚愈合的心口寸寸裂开。妈妈，你还好吗？素素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2个月前。任素雅看了一眼走过来的高飞。你外公外婆他们是不是也知道了？任素素点头。任素雅一听她这个做女儿的不争气，还需要父母女儿替她操心。曾经父母告诉她，孔礼祥不是什么好人，可她偏偏不信，非他不嫁。如今再回想，才明白父母的眼光之准。任软手摸了摸口袋，不知道该不该将东西给她。今日的事对于母亲打击太大，担心母亲会受不住。任素雅注意到了女儿的动作。还有什么事一并说了，不用担心，我承受得住。你妈妈没你想的那么不堪一击。妈妈，这里面是关于阮凤如与爸爸一部分的事，还有更多的事还没调查清楚。任素雅翻阅着，脸色越来越惨白。原来当年母亲与父亲结缘的英雄救美是一场骗局。孔礼祥与阮凤如找上那个小混混，故意让他去骚扰母亲，然后父亲英雄救美。阮凤如与母亲是同系学生，他刻意接近母亲，了解母亲的喜好，然后告诉父亲，父亲依照他的喜好给自己打造一个完美、符合他心目中理想型的男人。一来二去，很快就沦陷在父亲的虚假爱情里。看到父亲与阮凤如的算计，素素忍不住想，当年母亲怀孕那次酒后事件，只怕也是他们设计的。看着任素雅脸色苍白的不像话。妈妈，没事，你还有我，有外公外婆，我们都爱你。素素，他们都是骗子，我不想回去，不想见到他。好，我们不回去，去外公外婆那里。他骗了我，骗得我好惨，我不该不听你们的，我错了，
错的离谱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这辈子没吃过什么苦，现在吃点亏，让你长点记性也好。任鸿儒看向任素素眼中里有探究，几度欲言又止。任素素大概猜到了外公想要问什么。外公想问什么就问吧。素素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如果没外孙女的提醒，他都被这头饿狼给欺骗了他的谨慎，忍耐无一不让他叹服。就这样的人，外孙女又是如何觉察到？任素素看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人，一字一句轻声道：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会超出你们的认知，但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话。我是重生而来的，前世我已经死了。外公与外婆瞳孔微缩，母亲瞪大了眼，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。前世在这一年，我因为裴志平的陷害，导致我名声尽毁，从而患上了抑郁症。素素陆续说着前世的倒霉人生，外公和外婆出车祸，父亲夺走亚星集团，带着小三与私生女上门，妈妈接受不了吞药自杀，将我赶出别墅乞讨为生。临死之时，一位道士说，有人将我的贵命换成了神姑凶煞命格，我本以为来了转机，没想到一辆失控的车子朝着我冲来，我死在了车轮下。话音刚落，任素雅再也忍不住，一把将她抱住。我的素素，我的女儿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外公面色沉静，但握紧双拳的手微微颤抖着，显然气急了。是不是你爸将你命格与那个私生女换了？是我，只有越惨，过得越不如意，他们的日子才会越好，命格才能彻底换走。哼，孔礼祥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这个衣冠禽兽！老头子，不要激动，注意身体啊！你也是他的女儿，他怎么能如此对你？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竟然比畜生还狠！哼，从认识你开始，他就在算计你生下的女儿。只不过是他算计下的产物，他这样的畜生会怜悯工具吗？他只会将工具的利益利用到最大化。上一世他们任家太惨了，被这头恶狼吞噬干净，踩着他们任家的血肉铸成他的伟业，享受着带着任家血液的胜利果实。外婆想起了佛牌的事，你小姨一家是不是与他们勾结在一起了？任素素将徐颖在学校里对他做的事情逐一说了一遍，同时将上一辈子小姨夫一家过得风生水起的情况一并详细说明。我还没有证据证明小姨一家与孔礼祥一家勾搭一起，但种种迹象已然表明，在击垮我们家小姨一家绝对不会清白。哼，你的好侄女一家也不是什么善茬。哎，上次他们一家来借钱，看在过世的弟弟面子上，准备挪一部分私人钱借给他们，如今看来没必要了。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。素素，你命格的事可怎么办啊？任素素将清泉道长以及他师父云游的事，并详细说明了一番。这种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。你约个时间，我想与那位道长见一面。好，我来安排吧，将他赶出公司。任素雅一想到他那么对自己的女儿，她无法忍受；一想到女儿上辈子吃过的苦，之前的不甘心、背叛的伤痛，全部化为了恨意。愚蠢！妈，他们一开始接近你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亚星集团。他在公司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必然培养不少心腹，在没有将他的人从公司里全部拔出之前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一旦将他逼入绝境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做出怎样的疯狂举动。我们必须考虑周全，保住公司是一回事，我不甘心。我想要让他们也尝一尝我上辈子所受的苦，我要让他20几年的机关算尽一朝落空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任素素果然是这么卑鄙的人。谭家，你别逼我将那件事说出来。郭同文，你可真威风，都知道威胁人了。任叔叔，别说我们不相信，林老师突然不在，你突然提高成绩，加上这个录音，足以说明问题。流言蜚语，污言秽语，礼仪轻视的目光越来越多。任素素坦然处之，上一辈经历过了，这一辈子再经历一次，感觉有点不同。我相信学校一定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作弊这件事，受害的不仅仅是我，也是所有人。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将任素素推到所有人的对立面。好，说的真好。你在阴阳怪气什么？你什么你？夸你说的好啊。对了，等下还要请你们看戏呢。难道他想贿赂校长，或者找到林文山？如果是前者，那只能靠爸爸来解决；如果是后者，那是绝对不可能。因为林文山早就拿着他给的钱去国外度假了。他怎么可能将林文山这个把柄留在国内？素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走，带你看一出好戏。什么好戏？童文，你去把电视打开。好的。这时孔莲走了过来。任素素，这次我们的赌约你输了，前往名山岛的费用该你出。你准备用什么样的标准？需要降低一些吗？闻言，周围人的目光齐齐汇聚在此，他们不愿意降低标准，有高标准。谁喜欢低标准？这是人之常情。谁告诉你我输了？明月岛我是没资格和你争了，还是请你们看看电视吧。话音刚落，
电视突然亮起。你与孔连相比，赢他的几率很小。这是新的爆料吗？如将这笔钱给我。李校长，我是任素素，我有一件事想要与你汇报。教室里静默了2秒，旋即爆发出了惊叹声、议论声。我操，事情反转了！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任素素没作弊。妈，今天大反转啊！我为我前面的无知道歉。素素牛逼啊！素素的目光一直留意着孔莲的反应，看着她面容逐渐扭曲。当时在场的人只有你和林老师2个人，可这个音频之前是从何流出来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本来我是想用这150万清理掉教育界的蛀虫，以免它继续污染校园环境，没想到后续会给我这么大的惊喜。任素素没有明说，让他们自己去想。郭同文嘴快，立马说道：“肯定是林老师放出。”这也奇怪啊，他放出这个视频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众人的视线不由得转向孔莲，有机会踩孔莲一脚，郭同文怎么会错过？宫斗、宅斗、侦探、推理小说里不是说了，谁在这件事里获得的最大利益，谁就是幕后黑手。这话就差说着孔莲2个字。任素素的视线转向孔莲几人，那几人面色一白，尤其是孔莲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好似随时都会倒下。我在这里想对那位针对我的人说一句：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望你好自为之。说完，素素走到孔莲面前。孔莲，真对不住，这可还是得由你请哈。孔莲脸色异常难看，她脚步虚浮的匆匆离开教室，然而辱骂她的声音好似如影随形。我以为孔莲是好的，没想到是对头的。为了一个赌约就想毁掉对方的清白，真是太恶毒了。我刚刚想到了一件恐怖的事，如果他成功了，任素素不仅要背负作弊的骂名，同时还要吐血的请所有人去名山岛替对方付钱，这妥妥就是冤大头，还是有苦说不出的那种。妈，我真让他成功了，简直不敢想象。素素，这一出戏真的太精彩了。郭同文更是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，可算是报了那次陷害的仇。你这是要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一击毙命。同文，说好的请你看戏，没失望吧？孔莲一回到家里，便扑向母亲的怀抱，大声哭泣。莲莲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孔莲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的说了一遍。他们家里居然装有监控，为什么爸爸不告诉我？如果我知道的话，也不至于输得那么彻底。其实这个还不是重点，一想到周末承包名山岛2日的费用就将近1000万，更别提租赁邮轮，还有岛上所有的费用。我给他挖下的坑，得我自己去填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愚蠢！你好好给我反省。他拨通了孔礼祥的私人号码。什么事？礼祥哥，女儿与任然打赌输了，需要3000万费用。我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。阮凤如知道上次给那对母女买了礼物，花费了不少钱，但是她能肯定，她手中还有不少基金、证券之类的投资钱，即便明白她能拿出来，却不给。阮凤如也没有生气，反而善解人意的说道：“那我自己想想办法吧。我真的好心疼你，在那边你事事都在监控之下，一刻都不能做自己。”孔礼祥顿时一惊：“监控？什么监控？”李祥，你不知道吗？那边有监控。快说说什么情况。阮凤如软言细语的将女儿与任素素之间的事情说了一遍，着重说了监控之事。李祥，你说会不会是他们母女2人知道点什么？孔礼祥眯起眼：“你让连连先别动手，等我消息，我给你转1000万，这是我目前能拿出的钱，其余的钱都套在投资里，一时之间拿不出来。”挂断电话，他眯着眼，沉下心细细回想最近这段时日是否有什么异常，随即回到海市。他没有通知任何人，他准备突然袭击。先生回来了。夫人他们还没回来吗？没，还在任东那边。你出去买点菜吧。把保姆支走后，便把家里里外外找了一遍，没有找到任何监控。难道是针孔摄像头？这时孔礼祥的内心有了担忧。把那视频发我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发你。哼，这是老东西那边的半山别墅，吓老子半死，还以为是自己家装了监控。以前还觉得那连连孩子聪明，现在看来那孩子比起任素素来差远了，还连带着影响到了我的判断力，差点误了我的大事。李阿姨，你早点休息，你孙子转学的事情我已经托人办好。哼，阮凤如那边的事果然让他不安。清玄道长，可是有你师父消息？对，刚得知我师父的去处。任素素一急，气运这种东西无影无形，一旦它开始影响，即便你做到了100%，它都会让你功亏一篑。他在哪里？贫道的朋友在黔东南地区遇到过我师父，他在那边一个乡下的道观修行，我准备过去，请他老人家过来。好，我让徐昭印跟你一起。
你们两人好有个照应。与此同时，孔连母女又在策划怎么对付素素，一连出手几次，次次无疾而终，且让她的名声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妈，我想不出怎么对付他，那就捧杀。妈，什么是捧杀？如今任素素气运比你强，名声比你好，再盲目的往前冲，只会落入下乘，以弱势之，将对方捧高，再以绝对优势压下，他先前所积累的名声荣誉将全部转到你身上。孔连怔住，好半晌才明白母亲意图。记住，他是你的踏脚石，踏脚石地位越高，最后摘取到的果实越丰厚。随着阮凤如的话音，孔连的眼眸越睁越大，看向他的眼神里满是崇拜。妈妈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可以。我给你争取到了奥数比赛的资格，抓住这次机会，不要再让我失望。哼，任素素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将你踩在脚下。任小姐，我们已经抵达了黔东南。找到太虚道长了吗？我有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是什么？我们赶到那座道观时，太虚道长在半个月前再次云游了。闻言，任素素心情失落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就是太虚道长留下了下一站的地址藏区，现在他走到哪里我们不清楚，我们打算到西藏那边等着。任素素感到很无力，或许这就是命运吧。师傅手机还是没开吗？一直是关机状态。你继续跟着清玄，他一个人我不放心。他可不敢将清玄一个人丢在藏区，他真的害怕师傅没找到，连他也一并搞丢。就在这时，素素，你在和谁通话呢？吓得他身子一哆嗦，手机落地。任素素脑海里快速回想方才与徐昭印通话时自己说的内容，确定没有透露出任何关于清玄道长等人的信息后，提着的心慢慢放下。爸爸，你知不知道人吓人，吓死人？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，早把你吓成这样？哪有啊，爸，你从北城回来，有没有给我带什么礼物？素素赶紧扯开话题。爸爸最近太忙了，没来得及带。他怎么突然要礼物？以前可没有这习惯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女儿的礼物也能忘记？他们班级最近来了一个转校生，家里条件不错，他爸爸出差回来，经常给他带礼物。素素什么时候学会了攀比？这可不是好习惯，得改掉这种不良习惯。任素雅心里揪着疼，替女儿心疼，更替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心疼。改什么？你不问缘由，直接就认定女儿是错的？难道在你的眼里，素素就这么不堪吗？孔礼记顿时愣住，随后说道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你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，我会心疼。”孔礼祥安抚着妻子，见他渐渐平息下来，随后问道：“老婆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最近转过来的那个女生好像很喜欢与素素比较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出差必须带礼物，且一定要带最好的，不能被她比下去。任素素见老妈这么明显的说出孔莲的事，怕孔礼祥有所察觉，连忙说道：“爸，自从你到分公司后，妈妈老是见不到你，所以这段时间心情一直不是好。”这时任素雅才知道自己刚刚有点冲动的，随后说道：“是啊，最近你去了分公司，家里就我和连连，有点冷清。”你好，赵老师。任素素，市里举办奥数比赛，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任素素刚想拒绝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上辈子孔莲参加了奥数比赛，还获得了市比赛的冠军，之后代表海市参加省级别的比赛，获得了第3名。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2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第一件事，市级比赛时，一名超级学霸在考试前一天吃坏了肚子，从而发挥失常。第二件事，省级比赛时，隔壁市的3位种子选手在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无法参加。哼，孔莲，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可是一清二楚，他们的意外都是你杰作。赵老师，这次的比赛我参加。但凡可以阻挡他光芒的事，素素怎么可能错过？素素现在不仅仅是班级里，现在全校人都在说你很厉害，是今年参赛4人组里最厉害的，一定可以拿到冠军。郭同文逮着机会嘲讽孔莲一番。之前某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被校长请来，如今月考成绩不行，还有脸来参加奥数辩比赛，让你先得意一会，把你捧得越高摔得越惨。小姐，校园网站都是在上面无脑夸你，一看就是有人在特意传播。当你取得成就，别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；当小姐失利，别人就会觉得是徒有虚名，到时候反噬会更大。想捧杀我，这次再给你来个将计就计，你找人盯紧阮凤如母女，依照前世的轨迹，能将参赛选手毁在途中的事，孔莲无法做到。
能办到的人只有阮凤如或者孔礼祥。陆健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你饮食方面要注意了，别吃别人递给你的食物或者水，记住是任何人的。想到前世陆健比赛前吃坏东西，所以素素想提醒他。陆健笑着道：“任素素同学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”小小姐，你说的那几位选手一切都平安无事？平安无事。按照前世的轨迹，隔壁市有一位超级厉害的天才，连同他的队友就在今日下午时分出了车祸。现在都已经是晚上，怎么还毫无动静？难道阮凤如母女改变策略？你那边继续盯着，阮凤如那边多加派人手。深夜时分，任素素被人小小姐，德远市的那几位参赛选手食物中毒了，现在正送往医院。前世是出车祸，这一世却是中毒，你具体说说。他们去一家餐馆吃夜宵，回来不久后，几人都上吐下泻，没有3-5天是好不了。3-5天一过，考试时间也过了。从警方那边得到的消息，那家餐馆里的食物没有问题。有问题的食物是他们自己自带的。做得很好。另外，阮凤如的秘书也住在小小姐你所住的酒店，那秘书去了1808号房间，这间房是这次奥数比赛李总所住的房间。这就有意思了。前世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他不得而知。但这一世，无论他们要做什么，素素都不会如他们所愿。这是条大鱼，得盯紧了，别让它脱钩了。3日后，考试结束，等待比赛结果期间，捧高踩低的话题依旧存在，且还越演越烈。捧的自然是素素，踩的自然是孔莲。大家安静一下。老班，是不是奥数比赛的成绩出来了？面对同学们热情，赵老师笑眯眯地说道：“这一次我们学校拿到了一个名额，且以第1名的成绩拿下总决赛的入场券。”赵老师，是不是任素素拿了冠军？肯定是素素了。在同学们的催促下，赵老师不再卖关子。这次拿到省冠军的是孔莲。众人震惊。什么？怎么会是孔莲？赵老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有什么不可能？上一次比赛，孔莲是身体不舒服，孔莲是有真材实料的，即便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，还能拿到名额，可见他的实力。孔莲，你这是不是就像是网上说的那样，默默无闻的时候就悄悄的努力，然后惊艳所有人？孔莲得意地看着任素素，想要看一看她失落、震惊的表情，然而在她的脸上，她什么都没见到。哼，你就装吧。之前不是说任素素会拿到入场券，怎么成了孔莲？不仅没拿到冠军，还落选了，直接被刷掉了。那些发帖子吹嘘任素素的人，搞不好是任素素花钱买的狗腿子，哈哈哈。见到这一幕，孔莲只是微微一笑。一直憋着恶气的孔莲，终于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做扬眉吐气。之前把你捧有多高，现在就摔得有多狠，让你给我装，很快你的一切都将属于我的了。素素，你别在意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对对对，咱们下次努力。任素素无所谓的笑了笑，不用担心，这点事我还不放在心上。孔莲几人听到素素的话，走了过来，谭家忍不住嗤笑出声。呵呵，什么失败乃成功之母？郭同文，你之前不是牛逼的很吗？现在怎么不吹了？任素素，你能这么想就好了，我真怕你接受不了，以后继续努力就好了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他声音温温柔柔，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，说完便扬长而去。可那笑容看得郭同文想要打人。这个绿茶气死我了！我刚刚从教导主任那边听到消息，下周学校周年庆上，孔莲会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。学校周年庆这5个字就像是触动了记忆开关。任素素想到了前世，有人演了一出小品，小品的内容改编自他勾引倒追裴志平不成，便让父母报复裴志平和他的家人，让任素素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。事后得知，这个小品就是孔莲特意为他准备的。孔莲，这一世一定要让尝一尝我前世的劫难。小小姐，事情已经搞定，随时可以揭幕。高飞一直关注学校里的动静，很清楚此时小小姐的处境并不怎么好。不急，再等一等。任素素声音平静而冷漠。你觉得在周年庆上送给她如何？高飞唇角上扬，这个礼物一定会让她很惊喜。海事一中的周年庆在学子们的期盼中如约而至。孔莲，你爸爸如此看重你，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他一定会来吧？我爸爸工作忙，可没时间。再说了，不过就是代表全体学生发表而已。我从小到大经常上台，我爸爸已经不稀奇了。孔莲，你爸爸来海事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孔莲的脸色变得刷白，眼底闪过一抹惊慌。哈哈，我骗你的，你可真不经斗。你这是怕自己的爸爸来，还是心虚的知道自己爸爸肯定不会来？孔莲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可见被气得不轻。哼，任素素，等我把你命格换掉后，看你还怎么得意。学校大礼堂，
孔莲站在台上，脸上噙着自信无比的笑容。尊敬的领导、老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高3一班的孔莲。今日我有幸站在这里，不仅代表我个人，更代表了我们整个班级。突然，话筒失声，音响里没了他的声音。孔莲神情微微一怔，什么情况？话筒没用了吧？大家不要吵，我马上叫人更换话筒。此时，音响里传出了声音，只是这声音不是孔莲的。令总，这次奥数比赛的试卷只需要让我看一眼，我不带走，也不拍照，我会给你500万，这笔买卖你稳赚不赔。入场券的名额有5个，少一个对总决赛压根影响不了什么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这次参赛选手里有2位将，我希望你想办法将他们刷下去，对方给我一笔钱，我才将那些食物给他们吃。我没有下毒，只是那个很多肠胃不行的才会轻微拉肚子，真的没投毒。孔莲脑子轰得炸开，惊得一片空白，整个人手足无措的愣在原地。台下的同学们在最初的震惊过后，齐齐回醒，一个个瞪大了眼。我爹妈，刚刚那些对话是不是关于这次奥数比赛的真相？我听说隔壁德院市的几位选手食物中毒了，和刚刚放的录音对上了。那买考题的人是不是就是？众人都看向了台上的孔莲。孔莲这个小绿茶的奥数冠军是买来的？我就说嘛，前面一场那么拉垮，怎么到了晋级赛直接就是冠军？之前看到孔莲晋级，任素素没晋级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原来背后面还有这样的事。任素素没晋级，是不是被人搞下来了？孔莲看着台下众人投射而来的目光，犹如被人扒光了，放在大庭广众之下凌迟，侮辱与羞愤让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。这时有同学上前，孔莲学姐，话筒好了，你可以继续演讲了。他深吸几口气，继续自己未读完的演讲。本该流利而自信的演讲，可如今在台下络绎不绝的鄙夷声中，读得磕磕绊绊。终于，演讲稿读完，他顾不得其他，匆匆离开舞台。请问哪位是孔莲同学？我是。孔莲同学不用紧张，我们只是想请你过去做一个调查。孔莲跟着警员离开，他一走，后台直接炸锅了，一个个赶忙拿出手机给身边的同学分享这个消息。素素，孔莲那个小绿茶被警察带走了，你在哪里呀？素素微微一笑，我有点事要去处理一下。经过警察的调查，学校决定这次奥数比赛的成绩全部作废，并于5日后重新考试。废物，这件事我已经将你保下，但想要彻底将你摘干净，你必须再重考试，获得第1名。记住了，是必须。孔莲心头一颤，奥数第1名，前面是他们都被干掉了，自己又在拿到题目的前提下才获得冠军，可现在他们所有人都自己想要拿冠军，谈何容易？妈，我恐怕不行，不行也得行。我已经给你请了老师，在比赛开始前，你就待在家里训练。阮凤如冷冷地盯着他，拿不到冠军，你懂得后果。孔莲身子微微一颤，妈。阮凤如没有理会他，直接离开。赵老师，这次奥数比赛成绩出了，对吧？结果怎么样？是，成绩出来了。孔莲的身体不受控制微微发抖，他努力保持着微笑。这一次省级奥数冠军是任素素。老师，那孔莲呢？她排第几名？对呀，她有没有晋级？赵老师叹了一口气，孔莲同学这次无缘晋级全国总决赛。他只说了没晋级，但具体第几名他没说。正在这时，校园网上已经有人发布这次奥数比赛的名字。我看了这次晋级名单。这话一出，其他人秒懂，不少人偷偷摸摸查看手机。卧槽，才第7名。前一次的冠军水分是不是有点大？从第1直接掉到第7。你们就不觉得这个夸张吗？任素素从淘汰成员成了冠军，这才更有意思啊！听说奥数作假的幕后黑手到现在都还没找，你们觉得这个幕后黑手是谁？众人若有似无的视线看向孔莲，顿时孔莲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。重考一次，对于落选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，心态轻松，但对于已经入选的人可就没那么轻松了，他们必须顶着双重的压力，心态失衡，势必影响成绩。这次没晋级的人又不是孔莲一人，别什么屎盆就往人家头上扣。那怎么不见另外3位晋级者心态失衡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有真材实料，再来几次依旧能稳稳坐稳位置，倒是某些人的冠军，这水分大到太平洋外。赵老师看着湘菜市场的教室，黑沉着脸说道：“安静，安静，不要吵了。”看向罪魁祸首丁虫，丁宁，手机给我交上来。老师，我没手机。赵老师直接将所有的手机都收了上来。经过老赵的一打岔，关于孔莲的事暂时摁住，但下课后一切照旧，全校师生之间都传开了。孔莲再一次以这种不光彩的形式出名。妈，我错了，是我心态不稳，导致了这次失利。妈，我下一次再也不会了。看出女儿的害怕，阮凤如声音软和：“这件事不是你的错，是我没安排好。若说她稚嫩，会失败很正常，但母亲的聪明
在他看来比父亲还厉害，可母亲出手依旧没能成功。孔莲想到了一种可能，妈，他的气运太厉害了，我感觉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成功，不仅没成功，反而我的名声变成如此不堪的地步。不仅仅孔莲想到了这一点，阮凤如也想到了这一点，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越发坚定要夺走任素素的命格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明日我去问问那位高然如何解决这件事。见母亲没责罚，孔莲长舒一口气，事情进展收足了。大师，对方的气运太过强盛，无论我们这边做什么，总是能让对方逢凶化吉。符咒放了吗？已经放了。电话那端陷入了静默，阮凤如没敢出声。几分钟后，电话终于了回应。过几日，我会让人再送几张符纸，你想办法将这几张符纸放在他们每日居住的卧房等私密的地方。若是你能将符纸让他们随身携带，效果会更好。谢谢大师，费用稍后我给打给你。挂了电话，阮凤如马上给对方的账号转了500万。任素雅与阮凤如意外相遇，这款系列的衣服 S 尺码的全部要了。好的，夫人。与此同时，在隔壁的包厢里，阮凤如母女两人同样在挑选衣服，正好选中了同样的衣服。就这件吧。阮夫人 ，S 尺码的店里已经没货，这边需要从其他店里调货，需要1天的时间。等衣服到了，我让人给你送上门。没货，你给我们看什么？孔莲本来最近心情就不好，如今遇到这种事，不满的对道：不好意思，刚刚亚星集团的任夫人带着女儿来买衣服，刚好将这件衣服的 S 尺码都买了。听到是任素素那对母女，孔莲心气越发不顺。这对母女就是专门来克我们的。阮凤如却是微笑的说道：是任素雅女士吗？是的。他们现在还在店里吗？在的，就在隔壁。那正好，我与素雅是大学里好友，你去问一下她是否有空，我想与她叙叙旧。好的，我去帮您问问。夫人，有一位女士想要见见你。是阮凤如女士。听到这个名字，素素母女顿时一惊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一下。素素，你说她怎么突然要见我？任素雅心里有点慌张，下意识的问女儿：妈，阮凤如这个人不简单，不管她要做什么，你就当做你们是初次见面，好友重逢就行了。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。妈，你现在拒绝会让她起疑，见一面不要与她待太久，我会适时拉着你离开。任素雅心里担心漏泄，不隐隐点点头。妈，你见那对母女干啥？阮凤如见女儿未理解自己的意图，有些头疼她的智商，耐着性子说道：之前你走的路错了。妈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和任素素成为好朋友，到她身边，你才有更多的机会下手，可明白？孔莲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这一次你必须找准机会，争取一次性将她摁死。先将女儿送到她身边，谋定后动，见机行事。阮凤如心机确实非同一般。凤如，真的是你？刚刚听到销售员说，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也是刚刚听说你在这里，这不就是赶巧了？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了吧？苏雅，这就是我的女儿连连，连连叫任阿姨。你好，任阿姨。孔莲关小的喊道。任素雅眼眸含笑，打量着孔莲，这是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打量丈夫的私生女，她忍住心头的恶心，笑着道：长得真漂亮，凤如，没想到你女儿也这么大了。素素，过来。任然微笑着上前，身体里隐藏的恨意正不停翻涌，只是她极力的克制。前世她找上过他，想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处心积虑将他们家搞得家破人亡。当时的阮凤如高高在上的俯视着他，用胜利者的口吻轻飘飘说了几句话。我就想看看将高高在上的人踩在脚下，玩弄他们的滋味是怎么样的。小姑娘，如果有下辈子，记得多长点脑子，给你好的家世你都不中用，你和那恋爱脑母亲都是一样的蠢货，你们人家我就笑纳了。阮阿姨你好，这就是你和学长的孩子，没想到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。凤如，孔莲这孩子看着和素素差不多大，今年多少岁了？连连今年18了。凤如，当年你突然出国，都没来得及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是因为怀孕了吗？任素雅就像是一个涉世未深的生活白痴，当着她的面戳着她的肺管子。阮凤如压着怒意，只能尴尬的微笑。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是你之前交的那个男朋友吗？任素雅急切的追问着，一脸关切。你们现在结婚了吗？他对你好不好？如果他对你不好，我帮你出头。任素素听着母亲的叭叭叭的戳别人肺管子，很想笑，但只能忍着。孔莲见母亲受到侮辱，很生气，但又不敢有所动作。苏雅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去隔壁那家会所，好好聚一聚。阮凤如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说自己的私事，
直接转移话题。远在北城的孔礼祥在得知阮凤如与任素雅见面后，吓得第一时间偷偷返回海市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在没有拿到亚星集团之前，绝对不能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今日你若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，我会安排你出国去。爸，妈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孔莲见不得父亲责怪母亲，开口帮腔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看到孔礼祥发这么的火，孔莲不敢说话，只能乖乖的说呗，什么理由？在亚星集团面前，所有人阻碍他的人都得靠边站，青梅竹马的阮凤如也不例外。李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何连次次给任素素设局，但都能被他逢凶化吉是为什么吗？做事情之前没有考虑全面，你这个做妈的人也不知道替他把关，你让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自己做主，这不是在用我们几十年的心血在胡闹。关于他们娘俩做的事情，孔礼祥早就有了不满，阮凤如没有在这个事情上与他争辩。前几日我问过了大师，大师告诉我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，任素素的气运太过强盛，让她能次次逢凶化吉；第二，之前放在佛牌之中的符没有起到效果，佛牌他们应该没带在身上。孔礼祥面色渐渐缓和下来。那你准备怎么做？阮凤如走上前，拿出4张符。你想让我将这些符送到他们手中？阮凤如摇摇头，他太清楚孔礼祥的性格，他不可能冒这个险。上次让他替换，已经是他最大的让步，这一次再让他出手，绝对不可能。李翔，马上就是任老爷的生日，你作为女婿，是不是该与妻子儿女替老两口祈福？这一次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带他们去。接上机，说说你的计划。马上就是任老爷的生日，你作为女婿，是不是该与妻子儿女替老两口祈福？这一次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带他们去寺庙就行，其他的我会安排，这一次绝对不需要你动手。孔礼祥没有回应，沉默半晌。你既然与他相认，完全可以找机会带任素雅过去。他那个人单纯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更何况当年他与你关系那么好，必然信你。果然，你一点都不想沾边。阮凤如悠悠叹气，我和他刚见面就带着人过去，我怕他不信，你是他的枕边人，比我有优势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如果有其他什么困难，你和我说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上次替女儿擦屁股，手上的钱全部花出去，如今要给他个局，这钱我给你转500万。听到只有500万，阮凤如有点失望，面上却装着微笑。谢谢老公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。一定会的。对了，李翔，你在那边怎么样？刚和大英集团谈成了一个项目，等到项目正式签约后，分公司的业绩会成为亚星集团的所有分公司里最拔尖的。阮凤如一脸喜色。真的？那是不是代表着你可以入驻董事会，亚星集团会交到你手中？只要签订合同，我便可顺利踏入亚星集团董事会。一旦进入董事会，就可以放手收拾那2个老东西。孔礼祥这边进展得很顺利，就担心阮凤如这边不顺。这边你上点心，万一没将任素素的气运败坏，我担心他们会卷土重来。李翔，我会的。两人温存了一夜，他自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其实早已被暗中盯着他的人。人等，孔经理已经在洽谈那个业务，对方没有起，明日他们就会签合同，我们这边要不要？不需要，继续盯着就行。秦泉听到这个答复，算是明白，这位姑爷彻底被董事长给抛弃，没有任何价值。现在那位恐怕还在沾沾自喜，马上就可以入驻董事会，掌管亚星集团吧。可惜，很快梦就要碎裂了。素素，这是我妈妈让我带给你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那副讨好的模样，郭同文顿时傻眼。小绿茶，这是唱的哪出？任素素明白，他现在名声臭，想靠着与他搞好关系，给洗白，顺便成为他的好友，最后再捅一刀。你告诉你妈，我很喜欢就行。在学校里，咱们还是维持老样子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真以为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啊？想交朋友，我就得赢下，凭什么啊？做梦去吧。素素，我知道之前的事情，让我们彼此心生芥蒂。我虽然想赢你，但不会做出那样的事。其实，当初打赌的事情，也并非是我们的本意。我们2人说到底也没什么深仇大恨。我想与你化干戈为玉帛。你妈妈和我妈妈是好朋友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。这些话真真假假，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就是这样的话，更容易让人信服。任素素，我想和你重新认识。我叫孔莲，我的父亲是孔明成。任素素看着孔莲那精湛的表演，不了解的他人还真的会着了他的道。我不喜欢骗人，在我这里朋友就是朋友，没有所谓的虚假朋友。
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你个贱人，我都如此低声下气，你还摆起谱来了，真以为我稀罕与你做朋友？妈，怎么了？素素，下午时阮凤如约我见面，想让我陪着她去隔壁市拜庙。她明里暗里的告诉我，那个寺庙很灵验。你说她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闻言，他想到了清泉小道常说过关于换命格的前提条件，看来是前几次出手没有成功，又开始搞事情了。妈妈，你可还记得佛牌里放的符咒？任素雅点点头。他们一次次没有成功，必然觉察到符咒没有起到什么效果。这一次他邀请你陪着他过去求佛，应该是想要引诱你跟他一起求平安符。你求到的平安符，必然是他精心给我们准备的符咒。任素雅很生气，一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？素素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他邀请你是什么时候？外公这边马上就要收尾了，孔礼祥很快就要成为一条丧家之犬，只要再稳住他们一段时间，就可以不用顾忌其他了。这个周五，妈，你约他这个周末去，我会暗中跟着。素素，你想做什么？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周末时分，任素素站在2楼，看着母亲与阮凤如两人坐上车子离开。素素与高飞两人尾随着他。高飞，都安排妥当了吗？已经安排好了。在清楚对方的意图后，素素从昨晚就开始联系徐昭应和清泉小道士，电话一直是无法接通的状态。这两人搞什么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？小姐，阮凤如还没有将符给主持，现在应该就在她身上。只要她将符给主持，我那边安排的人会在第一时间将符调包。我另外让你找的人，对方就位没？已经在山脚下，会装扮成游客，跟随着一同上山，这样才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。好。任素素满意的点头。小姐，那我们上去吗？在这里等着，上去太扎眼，容易露馅。没一会，高飞的对讲机就传来了声音：呼叫高飞，呼叫高飞。阮凤如似乎没有打算将符交给主持。高飞一惊，小姐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被你说中了。阮凤如果然没有把符给主持，马上启动第2个方案。好的。随即高飞联系第2组人员，而山顶上阮凤如与任素雅两人已经上好香，准备去求签。一名手持着自拍杆，正对着镜头的主播，一步步朝着阮凤如靠近，不小心碰到了他。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走路不看人的吗？实在抱歉。阮凤如这个时候也不想节外生枝，便说道：好了，以后走路看着点。小姐，东西已经拿到。高飞将拍摄来的照片递到素素的面前，可能是心理的缘故，任素素一看到展开的符，浑身不舒服。让人照着这个符画好后，将新符送到他手里。至于原本的这个，等会儿给他替换上。好的，小姐。下面的人以最快的速度还原了符，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。大姐，刚刚撞到你真的对不住，我给你们买了几瓶水，表示歉意。不用了，你也是无心的。大姐，你必须收，你要是不收，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不会放过我的。就在阮凤如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小伙时，一个外卖小哥再次不动声色地将刚画好的符放回到他身上。清玄，你们在哪里？任小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见到太虚道长。抱歉，之前在无人区没有什么信号，这边刚刚有信号，在收到你的消息后，我第一时间便给你打电话。太好了，太虚道长在你身边吗？在，你刚刚发来符的照片，我给太虚道长看过了。太虚道长说了，是非常阴私的无会学生毒，长期佩戴会让精神萎靡、精神衰弱、气运下降，这种符非常人能化，可见也是下了血本。任素素眉头紧锁，毕竟他也不懂这些东西。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太虚道长在这里要修行一段时间，我说了你的情况，太虚道长说会在合适的时间回来。道长是否能算出背后给他们符咒的人？像这样的人的存在，让任素素心里无法安定。不能，不过他让你不用担。突然信号中断，任素素回到家时，正好看到母亲送给阮凤如一条项链。凤如，你把符放在这个项链里，这条项链真的很配你。随即他又拿出一条项链，这条给连连，正好让他将平安符放到里面，既美观又实用。苏雅，不用了，你给了我和连连，那你和素素呢？别担心，我这里还有。苏雅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任素雅这才注意到了女儿。素素，你回来了。阮阿姨来了。素素，这是妈妈给你求来的平安符，你快戴上看看。妈，小姨不是给我们从泰国求过平安符了吗？你不是嫌弃那个佛牌戴着不好看，都不愿意带在身边？阮凤如这才明白，
难怪他的气运一点儿都没受到影响。早知如此，应该以孔礼祥的名义送平安符，可惜了那几张专门为他们定制的符。这个还不错，我很喜欢，谢谢妈妈。阮凤如看着任素雨亲手将项链给刀人素素，心里激动不已。呵呵，这一次妥了。他可是知道这一次的符效果比之前的还要厉害，只要佩戴一段时日，必然会出效果。阮凤如心满意足的离开。等他一走，任素雅瘫软的倒在沙发上。素素，戴虚伪面具生活好累，看到那张脸我就觉得恶心。妈，再忍忍，很快就会结束。忍等，现在已经调查清楚哪些是孔礼祥的人，这是名单。好，那现在就等着收尾，与他们摊牌，将他们送到该他们去的地方。学校里，孔莲戴着与他同系列的项链，来套近乎，可惜他不吃这一套，依旧保持之前的态度，不理会对方。明日是我外公的生日宴，你们有兴趣去吗？这种场合我们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。任鸿儒的生日宴在郊外的一处庄园举行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前来祝贺。阮凤如带着孔莲一同出席这场宴会，她以任素雅闺蜜身份出席。孔莲，你有多久没见你父亲了？也没多久。没多久，那肯定很久了吧？正好今日孔伯伯也在，你怎么不去他那边，偏偏喜欢往我这边凑？孔莲吓得脸色煞白。孔明成也在，不行，得马上告诉妈妈。你说曹操的。任素素假装惊喜的看向他后方。孔明成来了，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孔明成在哪里？这个还是问孔莲吧。是啊，哪个是你爸爸？以前只在新闻上知晓海象集团，却从来没见过海象集团的董事长长什么样。孔莲在众人咄咄逼人的视线下吓出一身冷汗。孔莲，你不是吧？该不会连你爸都认不出来？素素一个外人都能一眼认出，你找半天都没找到，你这个做女儿的怎么感觉像个假女儿？他害怕他们将孔明成引到这边，更害怕被人拆穿，一旦拆穿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孔莲四下张望，却没看到孔明成。我爸不在这里。是吗？我瞧瞧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看错了。孔莲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心底里涌起一股怒火。这个贱人一定是故意的。孔伯伯应该在来的路上，你要不要与我一同去接一接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他不敢继续在这里待着，他害怕孔明成一来，他的谎言就会被戳穿。哼，你以为躲得了初一，就能躲得过15吗？等外公那边解决孔礼祥后，再收拾你这个小绿茶。爷，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。素素马上跑过去。大伯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？我爸死的时候让你照顾我们，你就这是这么照顾的，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去死，也不帮衬一把。徐夫人，你喝醉了，我叫人扶你进去休息吧。那一声徐夫人直接点燃了任淑云的怒火。凭什么叫我徐夫人而不是任夫人？我不走，我没醉。任素素看着耍酒疯的小姨，她故意在这个时候呢，摆明了是不让任家好过。唐姨，你在说这话的时候，是把良心喂给狗吃了吗？众人的视线都落在任素素身上，不等任淑云开口，任素素开始细数。唐姨夫之前开的大酒店，80%都是外公出资，最后没了。之后你们又求着外公，让唐姨夫开了连锁餐厅。唐姨夫弟弟出了事，要人擦屁股，你们就找外公。每一次缺钱，还是找外公。每次说好听点是借钱，可每次只看到你们来拿钱，从来没看到你们还钱。外公是白手起家，从来就没靠过二叔。之前一次次帮着你们，你们非但不感恩，反而把外公对你们的好变得理所当然。我告诉你们，外公不欠你们家，更别提唐姨夫一家。想要钱，自己凭本事赚去。任淑云傻眼了，整个人被对的怀疑人生，因为他料到大伯一家不敢撕破脸皮，会如同往常一样息事宁人。然而这一次翻车了。你任素雅，这就是你们的教养，一个小辈指着长辈的鼻子吗？不是小辈不错，你作为长辈也得有长辈的样子，才能让我这个做小辈的尊重。此时任鸿儒从楼上走了。大伯，你就这么让他们欺负我？任鸿儒没有回应他，声音冷漠。既然你们不是诚心来祝寿，那请回吧。今日一旦他们被赶出，那他们一家子可是彻底与亚星集团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以后他们就算对外说是亚星集团是他大伯的，其他人也不会再买他们面子。大伯，你别生气，我们自然是真心来。送客。没给他把话说完的机会，任鸿儒直接下了逐客令。任淑云一听对，瘫软在地。他们以为闹一闹会让任家因为面子而妥协，可惜他们算错了。李想，刚刚的事情你没处理好，如此直白，让孔礼祥心里微颤。大人，她是素雅的妹妹，我不敢。你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这样，我如何放心将集团交给你？爸，我错了，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等会儿我会宣布关于你接管亚星集团的事。孔立祥欣喜若狂，面上再也绷不住流露出喜色。谢谢爸，好好干，不要让我失望。爸，我会的。从书房出来后，孔立即容光焕发，走路带风。孔总遇到了什么好事？没事，今日爸生日，我高兴。孔总，提前恭喜你呀！听说任董准备让你接手亚星集团了。哪里，还没影的事，岳父还年轻，我还想在他手下多学几年。任素素看着父亲如鱼得水的样子，又看到孔莲母女同样带着兴奋之色，嘴里发出一声不屑的轻笑。孔莲，你今日很高兴呀？怎么见到你爸爸了？任素素，你现在就笑吧，很快你就会笑不出来。没有，但是我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。哦，阮阿姨，今日有什么招待不周的，可要见谅。宴会举办很好，素素真是谦虚了。素素刚转身离开，孔莲毫无顾忌地发出了一声不屑。切！阮凤如心情难得大好，没有责怪，笑着提醒：注意点形象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孔总，有点事要和你汇报一下。孔立既心有不满，对着几位老总说了一声：抱歉，失陪一下。出了什么事？这么急？孔总，你看大英那边出的最新新闻。他将手机递到他面前，上面是一条来自大英的最新金融新闻。孔立祥在看完新闻后，瞳孔骤然紧缩，犹如五雷轰顶。不可能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他明明派人调查过，他就是看到东林与那家公司合作，才会相信这家公司资质。助理也很慌，在得知这个情况后，第一时间也去查了东林几家公司的情况，可得出的结果让他心惊。东林公司在出事前几天已经将钱全部压下，他们打算违约，与对方打官司。另外2家公司，他们也都被套牢，与我们一样，情况都不乐观。这件事一旦让那老家伙知晓，今日定然无法顺利接手集团。孔总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只要将这件事瞒过今天，当一切尘埃落定，即便他们事后知晓，那个老东西必然也会保全我。任董知道吗？目前只有我们几个自己人知道。你现在就做一件事，防止记者上门。今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记者上门，公司那边也都下令封口。随后孔立祥依旧与宾客们交谈甚欢，装着好似什么事都未曾发生。众人都在等着任鸿儒将亚星集团的担子交到孔立祥手中，然而左等右等都没等。这宴会都要结束了，任董怎么还没宣布？是不是出了什么情况？不太可能，这件事早就安排好的，更别说任董对孔总可是很满意。这倒是，孔总这些年在亚星集团里表现也不错。我可是听说，孔总刚分配到北城的分公司，就谈下了一个大单子。这手段，这能力，足够让任董放心将亚星集团交到他手中。孔立基自然听到来自宾客们的议论声，他心里也着急，目光不由看向任素雅。素雅，你要不要上楼看看爸爸？任素雅好似没听出他的潜在台词，笑着道：爸爸在上面肯定有事，等忙完了就会下楼，你别担心。任素雅能明显觉察到他的急切，他依旧装作傻白甜。放心，爸爸有分寸的，你赶紧招呼客人，别黏在我身边，让人笑话。孔立祥内心煎熬，几度想要上楼。在他快要忍不住时，任鸿儒终于出现。任鸿儒一出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。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老夫的生日宴。今日在这里，我要宣布一件事。孔立祥屏住呼吸，眼底深处透着金光。阮凤如母女两人同样激动无比，任素素则淡定地看着孔立祥，期待着等会儿精彩的瞬间。亚星集团将与泰欧集团合作开发立岛湾项目。顿时，全场哗然。他们震惊的不是孔立祥为什么没掌权亚星集团，震惊是海事2家大企业不声不响的联手合作，开发了立岛湾项目。任董，恭喜恭喜！任董，后面有什么好项目，可一定要带上力。任董不声不响干了一件大事。这时任鸿儒把任素素招唤身边，在场的宾客都是聪明人，大概猜到孔立祥掌权亚星集团的事有了变故。此时孔立祥笑容变得僵硬，站在后方的阮凤如母女两人同样失望无比，更是无法接受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爸爸会接手，怎么突然就……闭嘴！你是不是忘记我和你说过的话？不该说话的地方就给我闭嘴！宴会结束后刚到家，廖拓，爸爸不是说要将亚星集团交给我，为什么今日又不说？爸说过今日将亚星集团交到你手中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今天在书房说的。你说爸这突然改变主意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让他改变主意？还是谁在爸爸那里说了什么？老公，你不要着急，这件事我会找爸问清楚。那你记得问问老爷子啊，毕竟他年纪也大了。
不宜过多操劳。好了，爸爸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做生意不行，最后还是得靠老公你。这个老东西今天是怎么回事？竟敢耍我！等接手集团，定要好好折磨你一番。第二日，孔立祥一大早就被叫任鸿儒了过来，顿时明白这个老家伙已经知道那件事。爸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孔立祥以退为进，对于他的表现，任鸿儒一点都不意外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宴会结束后，我才知道昨日你的生日，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坏了你的兴致。任鸿儒没有拆穿他的谎言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北城分公司那边你不用待了。孔立祥心一紧，隐隐有了期待。这是准备将我重新调回总公司吗？分公司的事让几位董事很不满意，你看看桌上的文件。孔立祥疑惑翻看起来，越看脸色越大，变得惊恐无比。任鸿儒看着此时的孔立祥，脑海里想的却是素素一字一句赘述的前世种种，霸占着任家的一切，将素素扔到外面自生自灭，让他受了那么多苦，遭了那么多的罪。这点恐惧远远比不得素素遭受的1/1000。今日的恐惧将会是你报应的开端。爸，我错了，我想给素雅买珠宝，当时就鬼迷心窍，才会收下那钱。任鸿儒抬手制止他说下去。我今日叫你过来，不是让你和我解释这些事的是非黑白。这件事既然捅到我这里，我作为集团负责人，必须要做出处理。爸，无论你怎么做，我无条件接受。从今日起，你暂且放下手头上所有的工作，去外省去做调研工作，等风头过去，我再重新任命。听到这个安排，孔立基心里恨得直咬牙。这完全是将他踢出了公司，堂堂集团的总经理，如今变成外省可有可无的调研人员。我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因为那么小小的一点事，就将我从公司里踢出去，我不服！你个老东西！